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东了，爸爸，你到哪儿去？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你们都眼睛瞎了？老爷，潘兴义跑了。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你爹哪去了？不知道。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走。说，你爹哪去了？呸！胡汉三打人了！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不准打人！凭什么打人？为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呸！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往哪儿跑？妈妈，红军！那是红军！
主席，红军叔叔。我做的吗？成了儿童团员了，就得武装起来啊！爸，儿童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是。宋爷爷，哎，我上学了。好啊，好好学习。哎，宋大爹，大爹，哎，瞧这孩子。怎么样？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起来邮箱。我才不干呢！那谁当土豪啊？是呀，谁当土豪啊？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当土豪。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我才不干呢！哎，跑了，土豪来了！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好。
老奸巨猾的胡汉三跑掉了。1933年，当国民党集中100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妈妈，你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是。东子，吹牙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什么东西？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盯了3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听见了。东子妈，宋大弟，哎，东子妈，哎，大爹，哎，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哎，宋姨，哎哎，伤哪儿了？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爸爸，儿童团员还想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就剩1针了。什么？麻药。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嘛！你不看我多壮实啊！潘队长，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去吧，乖孩子啊，去吧。吴大叔，怕吗？爸爸不怕，我也不怕。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取出来了。爸爸，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子弹，哪儿来的？白狗子打的。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5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是啊，要走很远。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2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还能怎么个好法？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照革命的需要长啊。怎么？你还没睡？爸爸，你走了以后，我
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东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3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5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大爹，东子妈，快走，胡汉三进村了。哎，走，走，快，走，快快走！妈妈，胡汉三，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老爷，潘兴义跑了。什么？潘兴义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妈妈，就我们2个人了。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在哪儿？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东子，吴大叔，你们可回来了。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啦？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红军一定会回来的。那多好啊！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
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服从党章，遵守党纪。执行决议，严守秘密。执行决议，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牺牲个人，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妈妈，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我也更有信心了。真是好孩子。东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孩子，听见了吗？毛主席。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那咱们这儿呢？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啊！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呐。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2天妈妈就回来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还有我呢。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爷爷，你看，快去告诉你妈去。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好，走，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不，你带孩子走。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儿走。来，妈妈，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我是党的孩子，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儿带领群众转移。妈，听话，听党的话。快！团总，有人往后山上跑了，追，往山上追！快追！团总，土楼有人，快，包围起来！回来，快回来，把土楼包围起来！快出来，你跑不了了，上！是动的吗？烧死他！上！宋大爹，宋大爹！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映山红哟，映山红，英雄儿女哟，血战场，火映红星哟，星更亮，血洒红旗哟。
我吧，我要当红军。好孩子。战斗马上开始，你和东子先留在这儿。不，我也去。留下。宋大爹，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嗨，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哎，小东子呢？啊，一转眼就不见了。哎，走。东子，吴大叔来了。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老吴，发给我们枪吧，多给我们钱，给我们枪吧。封山！
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
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啊。你说苦不苦啊？苦，可我不怕。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2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这么开。那是我爸爸。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地上，山下来人了。好，一定把它喝了啊！哎，快走。叔叔，开饭喽！山下情况怎么样？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1个营的正规军。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胡汉三心狠毒，清乡、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哎，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有情况？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调到外县活动1个时期。哦，你们到外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这你放心，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鸡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他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来，你先来，来，东子，叫你了。帮个忙。哎，来，成吧，来，我先来。你看谁来了？宋爷爷。东子，一会儿咱们走。哪儿去？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哎，东子，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
把它打开。盐。人要是不吃盐，行吗？爷爷，咱们走。哎，好了，来，穿上。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东子，把水桶带上。带上了。走开，走开！1斤米能有2两沙子，什么世道？哎，走吧。走。闪开，闪开，闪开！小心！走，慢着。怎么样？这些奸猾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严加盘查。是。走。
走，过来。走，站住！过来！你陪我，陪我，你陪我，你陪。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孩子，走！哎，呸！快走！孩子，别泄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宋爷爷，你看，啊！哎呀，真是个好孩子，翅膀长硬了。好。你吴大叔，吴大叔，东子又长了。老吴，大爹，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是吗？是啊。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哎，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怎么？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胡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呐。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胡汉三这个地头蛇。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到姚湾镇？
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太东子到那儿和春伢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他还小啊。在你老人家眼里呀，他总是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嘛。那就叫他飞吧。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给。干什么？你不是说要考我吗？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披锦绣。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万里江山披。叫什么？郭振山。小名呢？小山子。多大了？12了。我说，小山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去吧。别先生，您忙了啊，老板娘下岗呢？哎，不走，啊，哎，行了，老板。哦，行。
山子，小山子，哎，没你了，没有你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没你了，没有了，没你了，没你了，对对对，赖了，赖了，赖了，没有你了，没有，上门板，去，把这牌子挂上。不行，不能把门开，把门开，没有你，不能不能，你们俩打着，这个门，打着，没有你了，没有你了，没有。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哼，准把药抬高米价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真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是。郭振山，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大。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延安，哎，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啦？能转能，嘿，那多好啊！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2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知道，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孙副官请。那事儿好说。请请。哎，坐坐。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哦，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那是那是。这一转手，就是大家3的利，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孙副官，请放心，
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1个营，保安团2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除了这些，镇上的禁卫团也得吃啊。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的，就剩下20-30人了。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正规军1个营，保安团2个连，镇上就剩下20-30人了。什么时候开拔呀？明天一早。完了没有？嘿，写的真不赖呀，跟赵邦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学的？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快点！真困了。哎。情报送给宋爷爷，粮食咱们想办法干掉他。怎么干？回来咱们再想办法。好。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啊！真的？嗨，我亲眼看见的。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心肠有多坏呀？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走。
就是这一字之差，2万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东子干的。东子干的，真了不起啊！干得真漂亮。这情报太重要了。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对，掏他的老窝去。好，准备出发。干。来吃菜。满上。就这么一下子，2万斤大米全完了。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胡团总，来斟上。吃菜呀。抢米的事查了没有？已经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来，给我，万一胡汉三认出你来。不，小山子，上菜。哎。先谈点来，吃啊。来，胡团总，请。行。这伢子是哪儿人呢？本地人。对，本地人。有铺保，家就在镇子外。啊，离这儿不远。请。请。啊，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是。兄弟愿意帮忙。哎，多谢胡团总。请。你叫什么？郭振山。哪儿人呢？郭家涧人。离镇上有多远呢？5里路。哦。来，请。是。胡团总，吃菜。哟，胡团总，您的手。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哦，来，吃菜。来，哎，干了这个杯。行，胡团总，干着呗。潘东子，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不在。死了？不，活着。你爸爸呢？在家。做什么的？杀猪的。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郭振山。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哎，哼！走，快！你得快走，万一华三酒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好。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嚯！来人呐！哪儿跑？是你？是我，红军战士潘东子。啊！东子，宋爷爷，胡汉三砍死了。好，太好了。走，找你吴大叔去。快走。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吴大叔，你还记得吗？什么？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
把这颗红星戴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对，什么时候？现在。现在？哦。来，戴上。敬礼。东子，老潘，老吴。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老潘，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